中国的愤怒还在升级，车力独苗，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平息我们的雷霆之怒吧。就在高市早苗发表相关挑衅言论后的短短2周内，一些旅行社披露，赴日团队游的中国游客退团率已经超过60%，多家航司密集调整中日航线，已有12条中日航线被全部停飞，大量航班被取消，被缩减班次，这还只是前菜。更狠的是经贸上的动作，一边是文旅留学安全提醒接连出台，一边是原本讨论恢复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按下暂停键，再配合航司大规模退改和航线调整，等于从人流和货流两头给日本拧紧了阀门。这显然是一套精准点穴的组合拳，如果高市不撤回相关谬论，还会有更多反制。而在这样的高压下，金毛又主动给车力独苗打了电话，话里话外的都是让他降低语气，停止挑衅，别再闹出什么幺蛾子，影响到中美之间刚刚达成的休战协议。结果呢，高市早苗依然咬紧牙关，死活不撤回那句挑衅言论。日本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以为我国的军事实力压不住他们，还是真的不怕死？今天咱们就抛开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把时间拉回到11月7号，好好复盘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看在日本这一系列看似自杀式行为的背后，到底藏着一套怎样的底层逻辑。11月7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堂而皇之且单方面的将台海武力冲突定义为可能触发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形。如此大放厥词，挑衅的意味扑面而来。注意他使用的这6个字，存亡危机事态。在日本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里，这是一个极具法律效力的门槛，一旦认定，就意味着日本自卫队不仅可以搞后勤，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动战车发射导弹。而这话由现任首相在国会这种正式场合说出来，性质呼之欲出。接下来几天，我国的反应来得非常快，也罕见的密集。11月8号开始，先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狠批高市言论，擅自伸过来的肮脏脑袋只能毫不犹豫地砍掉。接着从10号起，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陆续表态，定性高市言论性质极其恶劣。外交部更是直指此番言论严重违背中日4个政治文件。紧接着就是我开头提到的经济手段落地，在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确实慌了神，试图搞一次危机公关。11月17号，一架从东京飞来的航班在北京降落，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第二天，金井正章就出现在中国外交部大楼里，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等人隔着长桌对面而坐。会后，中日双方各自放出一点风声，中方强调磋商气氛严肃，对结果不满意，再次严正敦促日方收回高市的错误言论。日方则一遍遍解释，高市的答辩只是依据历届内阁的一贯立场，并不意味着日本政策发生改变。那天在网上传的最广的一张照片，就是刘劲松穿着中山装，胸前别着国徽，对着镜头讲话。金井正章站在一旁低头听翻译，画面冷得像冰窖，也差不多就是这场会谈真实的温度。最后碰了一鼻子灰的金井正章灰溜溜地回到了东京。按理说路都堵死了，经济又在出血，正常人都会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吧，事实上却并没有。11月下旬，日本防卫大臣小次郎专门乘军机跑到了与那国岛视察，还大言不惭说导弹部署进展顺利。而这个小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岛上的雷达、导弹阵地更是几乎就是贴着台海布防。高市早苗则在东期不断为这一系列前沿部署站台背书，把南西诸岛推到台海风暴眼的边缘。那一刻，高市早苗以为自己握住了安全筹码，只要站得足够靠前，就能换来美国更坚定的承诺。结果没过几天，先响起的不是炮声，而是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铃声。先是在11月24号晚，特朗普一个电话先打到了北京。关于这次通话的内容，根据新华社的通稿可以看出，我们再次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强调台湾回归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的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这话的分量非常重，特朗普这边啥反应呢？他在 Truth Social 上发的帖，先是满嘴跑火车的说了一些客套话，说通话谈得非常好，中美关系很牢固。关于愈演愈烈的中日摩擦则是跳过不提。特朗普的态度很明确，我想做生意，我想卖大豆，高市你别拉我下水。看懂了特朗普的态度，你就看懂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11月25号上午10点，特朗普主动给高市早苗打了个电话。日本外务省事后发的通稿写得很漂亮，什么日美同盟坚如磐石，什么两人确认了亲密的个人友谊。但仅仅过了不到半天，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援引白宫知情人士的消息，狠狠地打了日本人的脸。报道称，在这通时长约25分钟的电话里，特朗普虽然客气地称高市早苗为我亲密的朋友，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把声量调低。特朗普直截了当地建议高市早苗不要再讲不该讲的话，碰不该碰的红线，不要破坏中美刚刚达成的贸易缓和氛围。说白了就是别搅黄了老子不久前刚谈好的农产品订单。按理说都被主子按着头让闭嘴了，这下高市早苗该服软了吧？并没有。就在这通电话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份针对在野党质询的答辩书。在这份官方文件中，高市早苗虽然在用词上稍微收敛了一点，不再像之前那么死鸭子嘴硬，但在法理认定上依然大放厥词，不排除根据事态发展将台海局势视为存亡危机事态。这就让局势变得极其荒诞。美国这边想降温，想卖货，想搞大国交易，日本首相却在拼命升温搞事情，甚至不惜违背美国的意志。事出反常必有妖，日本为什么要在明知实力悬殊且美国想息事宁人的情况下，还要像个疯子一样冲在最前面，到底意欲何为？因为在日本国内政治的基本盘，高市本来就是自民党里最保守最鹰派的那一路，他长期主张修宪正常化军力，他的支持者正是那批希望日本摆脱软弱形象的保守派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在连环施压下公开撤回，就等于在自己基本盘面前跪了，政治生命可能会瞬间打折。更重要的是，在东京眼里，跪了会被解读成以后被揍得更狠。日本曾经可是经历过好几轮被咱们用经贸敲打的体验，比如2010年钓鱼岛撞船之后，稀土出口被卡；2023年因为福岛排海，日本水产品进口全面被禁。所以从日本外务省那些安全官僚的角度看，不能轻易跪。于是我们看到了他们一个折中的状态。一方面，高市保留的那句可能动用自卫队不撤回，维持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在中美的双重压力下，后续语调往下收，不再天天把错误言论当噱头炒。把这一切看透了，你就会发现日本现在一种极其拧巴的局面里，无论往哪边斗都是风险。一边是只看利益不讲情面的特朗普，另一边是来自我国的严正声明与坚决反击。高市早苗深知自己打不过也耗不起，但又绝不敢在此时此刻低头，因为在日本国内，那群被长期洗脑的极右翼势力正盯着他，只要他膝盖一软，他的政治生命就得立刻画上句号。所以不敢打又不敢不叫，想跪美又怕美国跑，想硬刚中又怕被断粮，这就是日本目前的死结。但是这种左右互搏的戏码注定是演不长久的。作为一个资源匮乏、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面对一个已经完成全面工业化并在家门口拥有绝对压制力的邻居，日本还能挣扎多久？归根结底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无论高市早苗现在跳得多高，叫得多凶，只要中美实力的天平继续倾斜，日本这个从来只服强者的民族，最终的宿命只有一个：学会如何体面的低头。别看沙特有钱有油有资源，但他其实比谁都焦虑。过去几十年，沙特靠石油吃饭，生活滋润得很。但在最近10年，这个国家突然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改革开放、建新城、搞旅游、允许女性开车、办电竞赛事、发展新能源产业。都说东亚卷得要命，沙特这个中东卷王大有赶超的架势。没办法，这背后都是危机感在驱动。2016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意思就是不能再靠石油活着了，必须多元化，否则等油卖不动了就很难受。可问题是，转型谈何容易？钱、技术、市场、人才、环境缺一不可。更要命的是，沙特突然发现原本赖以生存的美国爸爸也靠不住了。而东升西落之际，另一个超级大国正以一往无前之势迅速崛起。能在中东这个火药桶片叶不沾身地混这么多年，沙特必然不简单。人傻钱多只是表象，但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悄悄利用中美博弈的契机给自己谋出路。本期咱们就来聊一聊沙特是怎么在中美角力中左右逢源，靠一套教科书级别的外交和经济操作，把自建国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变成了一场翻身仗。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咱们要先说说沙特的老本石油。沙特的国运真的是被石油宠坏了。从1938年第一口油井出油到今天，石油出口收入占沙特政府收入的80%至90%，GDP 的40%以上。
靠着石油，沙特王室分蛋糕、搞福利、修高速、盖大学，请全世界的明星来演出，好像无论干什么都不差钱。但资源诅咒也不是开玩笑的。油价高时，国家财政爽到飞起，可油价只要是一崩盘，那财政就跟坐过山车一样。1980年、2015年、2020年3次油价暴跌，沙特财政直接见底，社会福利缩水，人民怨气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曾预测，如果油价没有太大的起色，2020年沙特国家财政将会破产。而且从外部环境看，全球能源革命风起云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碳中和等概念频出。一旦全球去石油化大潮真的到来，沙特手里的阿拉伯黄金必然会急速贬值。这几十年来，沙特一直在喊要经济多元化，每隔几年就出个计划。可无论怎么折腾，石油还是稳占 C 位，其他产业难以撼动其正宫地位。更雪上加霜的是，沙特的人口结构也变了。众所周知，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普遍比较高，沙特也不例外。35岁以下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 70% 以上，每年有几十万年轻人要找工作。年轻人多，按理说是好事，但对沙特来说可不是，因为石油行业能吸纳的新就业早已经捉襟见肘。以前政府靠卖石油赚的钱养懒人，人人都想进公务员系统，但财政一紧张，铁饭碗就不够分了。怎么办？必须搞私营经济，发展新产业，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更关键的是，沙特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互联网、娱乐、旅游这些新鲜玩意儿兴趣很大。老一套石油换面包的售后契约行不通了。实力国家模式如不改革，等待沙特的恐怕只有社会不满爆发这一个结局。一句话总结，沙特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转型，哪怕再多的油也救不了这个国家。在经济单一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危机下，石油不再是万能钥匙。于是2016年，沙特正式发布2030愿景，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国家改革方案，目标可以概括为3大块：充满活力的社会、繁荣发展的经济，以及充满抱负的国家。既要最大程度降低宗教带来的束缚和压迫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玩、来工作，还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旅游、科技、制造业和物流，让 GDP 有更多非石油收入。更要改革政府，提高效率，打击腐败，搞电子政务，让投资者和老百姓都觉得沙特挺靠谱。简单说，就是把沙特从石油依赖症里拯救出来，变成一个有活力、可持续、现代化的国家。这一套改革也可以说是沙特王储萨勒曼个人品牌的核心工程。他想通过强力集权，把老一套低效的官僚体系打造成能执行命令的铁军。事实证明，沙特的改革愿景不只是口号，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的推，是真金白银砸下去的超级工程。最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 NEOM 沙特新未来城，据说建成后能容纳900万人口，预期可创造46万个就业岗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480亿美元。那么这座总规划面积达26500平方公里，计划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的未来城市到底长啥样呢？按照规划，这是一座170公里长、没有汽车、没有碳排放、全自动化的智慧城市。核心构想还包含漂浮工业区、全球贸易中心以及观光度假区。为什么说是按照规划呢？因为虽然项目2017年就启动了，但工期却一拖再拖。原本首期目标是2020年启用，2025年完成扩建，但实际进度大幅落后。项目延期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总成本估值已从初始的5000亿美元飙升至 8.8 万亿美元。投资高、周期长、难度大， NEOM 项目理所当然的被质疑为太理想化。但沙特政府显然没打算放弃，就像当年俄罗斯耗费巨资举办索契冬奥会那样，沙特也想要用一个超级项目向世界证明沙特的梦想和能力。此外，沙特还大力推进奇迪亚等13个旅游和娱乐项目，斥巨资打造6期主题公园、水上公园、世界级拉力车赛道、电竞馆和音乐节等设施，力图将自己打造成中东版的迪士尼加拉斯维加斯加阿尔卑斯，打破全球游客来中东旅游只去迪拜的思想刚硬。同时，沙特还将主权基金 PIF 打造为国家级风投，不仅在国内推动各类2030愿景项目，还积极投资 Uber、Lucid、软银等全球知名企业，全面布局科技、能源、娱乐等新兴产业。沙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产业链资源，最终实现本土化发展。说了这么多，最核心的问题来了，沙特怎么解决没钱、没技术、没安全保障这3个难题的？答案就是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两边拿好处。
先说美国，在过去70-80年里，美沙关系主打一个用石油换安全。美国是沙特最大的军火供应商，提供先进武器、导弹防御、情报支持，还能带来高科技投资。沙特也需要美国的技术给愿景2030项目赋能。但美国越来越挑三拣四，卖武器要看人权，就连投资也带附加条件，之后导致石油产量一度腰斩。原本沙特这边等着老美替他出头，结果呢，对方压根就不 care。沙特王室这才真正明白，美国只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能再把鸡蛋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于是乎，沙特和基建狂魔以及产业链大户的关系愈发蒸蒸日上。中国是沙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每年买走一大堆石油，也带来大批基建、制造、数字经济项目。同时，中国公司也承包了沙特很多大工程，比如光伏电站和风电场。像华为、腾讯、阿里云都在沙特做数字生态。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合作很干脆，不问人权，不干涉内政，价格还公道，建设速度快。沙特要搞本地化新能源、无人机、数据中心，中国都能配套。对于沙特来说，中国就是沙特实现2030愿景的关键伙伴。比如 NEOM 新未来城的科技项目，很多核心内容都是中国提供或者承建的，这就是沙特的高明之处。不做站队小弟，他玩的是战略对冲，安全要靠美国，发展要靠中国。既然两头都得罪不起，就想办法和两边都搞好关系。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2022年的欧佩克加减产事件，沙特带头减产原油，美国不高兴，沙特却坚称这是经济决策，不是政治站队。再比如 5G 网络，尽管美国多次警告不要与华为开展业务，但沙特依然坚持选择华为，理由很简单，要建设智慧城市。华为技术又便宜又好用，不能只听美国的。军火采购方面也是一样，原本美国是沙特的指定军火供应商，但最近这些年，沙特的王爷们可没少来中国采购。就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沙特和美国关系走下坡路的时候，今年5月，特朗普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并在当天就跟沙特签署了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白宫称赞该协议对两国来说都具有历史和变革意义，并表示它开启了伙伴关系的新黄金时代。所以说，沙特是在玩平衡。像他这样坐拥巨大资源却没有自保能力的国家，不站队但也不把人得罪死，才是上策。那么，沙特的愿景2030已经推进了快10年，效果到底如何？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成绩单。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17% 涨到 36%， 提前完成目标。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 PIF 资产翻了几倍，达到9130亿美元。国民失业率也从 12% 降到了 7%， 房屋自有率大涨，社会开放度明显提升。未来5年是沙特2030愿景决胜的关键期，能否把超级项目真正变成拉动非石油经济的引擎？能否让私营经济创新创业、国际化人才生态起来，是沙特能否真正脱胎换骨的试金石。从目前来看，沙特的战略在短期内很奏效，美国需要沙特的石油供给，以及用沙特制衡伊朗。中国同样需要沙特的石油还有市场，只要中美博弈还在，沙特就能继续左右逢源。但如果中美关系失控，或者全球经济突然变脸，沙特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复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沙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会卖油、只会靠美国的土豪国家，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和野心转型为中东的超级玩家，一个能让中美都与之合作的区域大国。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要想和平稳定，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沙特的策略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未雨绸缪的危机感和务实选择。沙特给所有依赖单一资源、面临外部压力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被动听天命，不如主动利用大国博弈，谋求自己的战略主动权。靠自己的同时，也要懂得借力打力，把大国的竞争变成自己改革的推动力。那么，沙特能否在2030年真正完成转型、转危为安？没人能打包票。但可以肯定的是，稳坐钓鱼台的沙特已经把命运的主动权紧紧抓在了自己手里。